Hello， 大家好，我是议员。最近发生了一些事情，有很多主播说要弃坑万国觉醒了。那当然的，这些都是假的，因为最近愚人节嘛，所以他们搞这些奇奇怪怪的标题。不过我还是去看了他们的影片，了解到一些事情。当然了，他们讲弃坑啊，又或者是讲一些游戏最近的不好呢，都是为了要推广新的游戏万龙觉醒呢。那我是严重的发现到最近有很多主播已经开始讲万龙觉醒了啊，包括我自己在内啦。不过我是讲他们的营收而已，还是一样的，我本人没有去玩万龙觉醒。今天我是要从内容创作者的角度去跟你们讲这件事情。我很少提到这种事情啊，因为我玩的是这个游戏，我应该要给你们游戏的资讯，而不是把我自己的情感加载在你们的身上。从他们的影片中我看到的就是他们觉得万国觉醒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讲了。确实万国觉醒已经是一个很老的游戏了，那新的玩家他们会看回旧的影片去了解怎么去玩这个游戏，又或者直接在评论区那边讲。做了这么多年的内容创作者，你已经把那些新手的教程呢全部都教过一遍了，没有必要重新拍过一样的东西。当然的，游戏也是有更新一些东西，你还是要讲回以前的东西，但是大致上都不需要重新讲过，就变成这个游戏比较匮乏一点，你要去寻找内容需要花很多的心思跟想法。就比方说我本人呢，差不多是每天在更新的，我每天都必须要去想新的内容。大多数不知道的玩家可能是认为说创作者就是坐在家里，然后看到游戏有什么新东西就去更新。那肯定的，如果官方每天都有出新的公告、新的更新，我们当然是轻松。但是官方并不是，都是必须要等官方发布了新的邮件、新的更新、新的赛季剧本，我们才有东西可以讲。大多数的情况都是要靠我们自己去探索，找新的东西跟你们解说。间接性我也是算是违背了我以前的规定，我以前讲我不想要去干涉其他的王国一些八卦之类的，但是最后还是要去接触了，因为这个游戏讲真的，如果你真的要讲下去的话，是真的没有东西讲。还有就是大多数玩家都比较喜欢听八卦。老实说，我本人也不是那种特别聪明、特别厉害的主播，可以跟你们讲什么统帅数值之类不啦不啦不啦，这种工作就交给 CV 这种比较专业的玩家去理解。我能做的事情就是给你们知道表面还有我理解的东西，就会导致成我的内容会比较匮乏一点，所以我必须要去探索，比别人更努力，找新的消息、新的资讯、新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你们会时常看到我更新一些爆料是你们不知道，又或者是我不知道从哪里挖出来的消息。就只是这一个点就已经花了我整天的时间，我每一天都要去找这些新的东西。加上我本人是没有开粉丝群之类的，所以有很多消息都是要靠我自己，没有靠别人。我看到其他的创作者大致上有讲到一个东西，就是如果再继续拍万国觉醒的话，他很难跳出这个框框，也就是说他被万国觉醒绑定了。就比方说张大仙，你们一想到就是王者荣耀嘛，只要不玩万国觉醒，玩其他游戏的时候，你们就可以看到那个观看率是真的非常低，没有多少观众要去关注。对于全职的内容创作者来说，是真的很麻烦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他被这个游戏绑定了，他不能再去更新新的东西。只要他更新新的东西，或者是接触新的游戏，他就完全没有收入了，又或者自己的收入降低了很多，变成他们只能玩这个类型的游戏。比方说现在我们玩的万国觉醒是策略游戏，万龙觉醒也是策略游戏，再加上它是同一个公司开发的游戏，所以才会看到有很多主播他们开始转战去玩万龙觉醒了，一样的公司，一样的东西。我个人虽然不是官方的内容创作者主播，但是我的想法是我已经玩这个游戏已经玩过了，就算是同一个公司开发，它的内容是差不多也是策略游戏，但是我觉得我已经玩过旧的版本再去玩新的版本，其实那个差别不会太大，还是一样被绑定在这个游戏里面。我在很早之前就已经理清事实了，大多数玩家看我的影片是因为要看万国觉醒，而不是因为我本人。很简单的，你们自己想一下，哎呀，我又长得不漂亮，又是一个200斤的大肥宅，又老又肥又没有头发，声音又不好听，中文又讲得不标准，又不是那种美女主播，观众看我的影片是为了要看什么？难道真的是要贪图我这个人吗？时常看我的直播的观众，我也是跟你们讲，我只是你们人生中的一个过客，当你们弃坑或者是没有在意这个游戏之后，你们就不记得我了。这点我是很早就已经认清了。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万一我们弃坑万国觉醒，你们是完全不记得我们这个人是谁了。就算我们的频道不关闭玩别的游戏，你们也不会去在乎我们这个人到底玩了什么新的游戏。被游戏绑定还有游戏被你绑定是不一样的东西。假设说你是被游戏绑定，他们是认这个游戏而去认识你，
创作者绑定游戏就变成创作者不管玩什么游戏还是一样会有观众去跟随他。很显然呢，大部分的创作者都是前者不是后者，就变成为什么我的频道天天都是万国觉醒，别人的频道也是天天万国觉醒。再加上万国觉醒已经是很老的游戏了，在国服可能是2年的游戏而已，但是在国际服即将要进入第5年了。一个游戏的寿命到底有多长？总有一天这个游戏会关服。在那之前，创作者没有找一个新的游戏来代替这个旧的游戏的话，就变成这个游戏一关服它就什么都没了，甚至靠这个游戏养家糊口的创作者就会更惨。所以大多数的主播都不希望这个游戏倒啊，又或者是不想要提一些不好的东西啊，跟我是差别蛮大的啊，我都是一直讲莉莉丝不好的东西。老实说，我也是靠这个游戏去赚钱的，但是我还是觉得如果这个游戏有什么问题的话提出来会比较好，也总比每天去夸这个游戏直到它现在越出越烂。我也是有去联络一些国服的内容创作者，是官方人员啊，他们时常会发布一些不好的东西，都被官方掩盖了，就变成有一些真正玩家想要传达的东西没有办法传达给其他人或者是官方他们听到，所以我的平台就变成他们时常投诉的平台，所以我的影片才会时常看到我去骂莉莉丝，讲他们设计一些脑残的东西。坦白说，如果游戏真的是变得越来越好的话，谁会去骂这个游戏呢？而且就算我骂了，也是会有观众反驳我的话。偷偷在这里跟大家讲一下啦，昨天我就是有去线下跟960的大佬们见面了，我也是有拍到一些片段啦，但你们要不要看呢？就在评论区给我知道，我不确定要不要放出来。在跟他们交流的对话中，我也是听到一些东西，他们是不缺钱的大佬，丢的钱肯定是比我们多，但是我听到的东西大部分都是不好的东西多过好的东西，都是在投诉莉莉丝，投诉这个游戏，还有讲到要弃坑的事情。为什么要弃坑？因为军器。他们提到装备其实还好，因为装备你做了至少你可以看到数值它是固定的，但是军器是真的很像赌博，比赌博还要更惨，是肯定亏的那一种。他们买军器不是像我们这样子买1-2天就结束了，他们是买1-2个月，开出来的东西可想而知。肯定的，有些无氪平民玩家会觉得很好啊，就算你有钱也不一定开到好的东西。但是换个角度去想，我是有钱氪金的玩家，我每次花了钱开出来的东西都是这样，你会有什么想法？要么我就选择弃坑，要么我就不做车头了。所以现在车头是真的越来越少，又或者移民到 B 等级以下的王国，就像我这样，间接性打仗的人就会越来越少，这个游戏就越来越黄，到最后玩家都弃坑，这个游戏就死掉了。所以现在的主播大多数都去玩万龙觉醒，要找一条后路。万国觉醒可能撑不久了，间接性也等于说像我这种只玩万国觉醒的主播也是要跟你们说再见了。我自己也是有后台数据可以看的，我也是看到我的观看率越来越低越来越低。只有2种可能，第一就是我不好看了，没有人要看1元了，讲的都是废话。第二，这个游戏是真的要死掉了，大家都选择弃坑了。所以今天的影片呢，也只是讲这些东西而已啦，我也不是要讲游戏里面有什么新的资讯。对于喜欢玩万国觉醒的玩家来讲，我这一期影片是真的很没有必要，是浪费他们的时间去看而已。我个人认为还是有必要传达给大家知道内容创作者的想法。我也不是道德绑架，不是要你们去看我的影片，又或者是打钱给我之类的，只是让你们提早做好心理准备，万一有一天你们喜欢的主播跟你们说要弃坑了，你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了。影片的最后我要跟大家说一声抱歉，让你们点进来这个影片浪费时间在边听我讲话不过还是一样的，我未来的影片还是会以玩家的角度去跟官方对峙，更新到我没有办法再继续更新为止。你们有什么想法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以上就是本期内容，我们下期再见。